他这个倒不是说法律上的问题，包括那些老板们说人没有争议啊，就我们绝对不会强迫搞这个996的，对吧？这是违反这个劳动法的。可是第8次全国总工会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发现那个普遍这个现象较为普遍。这个20%多一点就超过48小时，然后呢，这个还有44%的这个调查呀，反映没有拿到足额的这个加班费等等。但你知道，我觉得佳慧他这里边现代社会啊，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实在，老板也很实在，与其让你上班，不如让你讲绩效，不都爱讲绩效吗？对。可是要照我说，问题就在这个绩效。比方说一个程序员啊，叫绩效工资月薪8000，那么，但是你得给我完成这么多活儿，你月薪拿到8000，可是你要完成不了，你完成这么多活儿，你不996你就完不成。做不到，对。可是好，劳动局去了，说你为什么让他996？我没让他996啊，我老板说了，我1个礼拜我每天工作5小时，我就把这活干完了。你怎么衡量我这项工作任务？他需要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你怎么来厘定我给他的这个工作任务需不需要他超长的工作时间能完成呢？对，或者他就笨呢，对吧？那这个人8小时完成了，他要15个小时，实在没办法去界定。然后如果你完不成，人家可以换人呢，找个人愿意干的，或者是他比你干的有效率高的。所以就说这种他天然的他就会觉得我要想把这个事情给干好，我要保住这个饭碗。找工作多不容易啊！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这个手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24小时在线，其实没错，你这个问题更严重，其实。但人家就是法国人就会玩了，他们就搞一个东西叫失联权嘛。对，就是说我下班以后，我有权利，我跟我老板是失去联络，你不要给我发不叫微信了。敢？对，就是他如果联络你，你可以告他，但是他不是以一种就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就是你企业内部还要找到一个解决方式。对，但是他说出来了，我有这个权利，我失联。那另外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些员工，他们下了班之后。在北京啊，或者在今天中国1线大城市，还面对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比较难碰到的，就是这个交通的通勤时间。我们刚刚看到5点半在排队，那是怎么回事？其实你在北京的话，这种大城市，那些技术公司都在北京嘛，你可以这么来计算，他每天已经要996，但他实际上为了这个工作付出的时间，恐怕是93到94，因为他光上下班的时间算起来。就是比如说每天花4个钟头，所以已经出现一个情况，有一批人年轻人，他们现在睡眠已经很习惯的3节式睡眠，就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在床上睡，早上上班2小时，如果你是早点坐公交或者地铁有位置的话，又不用怎么倒车的话，那段时间再分段的睡，下班再分段睡，3段式睡眠法已经变成这样了。其实严格来说是4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状况下，礼拜天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出去休息、出去玩，所以礼拜天当然不用上班、不用工作。可是他又因为平常呢，把他剥夺的精力、精神太多了，他礼拜天其实要补回工作那部分，那个不属于他的生活的。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文员啊，真的很惨的，像住在香港的屯门新界，之后上完1天班，就算他没有加班。6点钟下班，又是人挤人，等了5班的地铁挤不上，还要在地铁上面还防范痴汉啊，怕碰到我的朋友啊，然后呢在那边，然后回到家是几点啊？回到家8点多，你吃完饭9点多10点就累垮了。为什么不学东哥啊？就那个刘强东哥呀，我看东哥当年真感人，说。我就睡在办公室地板上，甚至我就是我那个时候老板自己说这些话。做客服我真没见过，就做客服把闹钟设计成2个小时一响，放在地板上，2个小时当醒了，马上回复客户问题。东哥说我是81168，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一连干6天，最后一个8呢是星期天再干8小时，奋斗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听到的一个就是真实的，就是在北京，我一个朋友他们去一个互联网公司，他说为什么到晚上12点了，办公室坐满了人，就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合租房子，
他回去其实地方特别小，对，然后可能也没冷气或者怎么样，就是条件很差，他不愿意回家。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宁可待在办公室。而且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今天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啊，很多工作的年轻人是外来的，他们从外地过来。从外地过来呢，他的家原来不在这，所以他们在北京另外找落脚处，然后就要租房为主。如果他刚刚踏入职场，现在买房你都不知道存多少钱，要存多少年，对不对？好，那租房你想想看，他刚进一个企业，刚进一个公司，他的薪水一定是比较低的，所以他租不起很贵的房。很贵的房都在哪呢？比如在3环内，他薪水最低，住得最远，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最多，所以每天用来应付上下班的时间都比谁都长，然后他会最累。然后，但是我们通常一般对于这样情况的辩解，就是说你奋斗努力，过了2年，你就逐渐往4环方向前进，5环方向前进，这么一路进来。那是成功者的语言呐。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多少人像你的东哥一样工作，结果是什么？过劳死，33岁死掉，35，我没有诅咒任何人的意思哈。那个，所以成功者的语言，这个是在经济学上很注意把2个概念分清。一个概念叫做缺钱，我们叫缺钱，英文讲的是 wants，wants，我想要什么东西，愿望。一个是贫困，你刚才讲的道理非常好，5000万人、6000万人，贫困一样，这是贫困。贫困的人解决的问题是 needs， 我必须的东西。NEED needs， 都是复数。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大陆，你讲你什么遇到那一帮人呢？他不属于 needs， 他不属于在必须方面，贫困，他属于 wants， 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缺钱。哎，你要把这2个之间区分，你要不把这2个之间区分的话，好，我跟你说，我就是你扶贫的对象了。您呢？您那还有红酒喝呢。是，我就是你扶贫对象。缺钱，缺钱，买不起 Romantic Conti， 哎呀，真是。缺钱。那你问经济学家说的非常清楚了。他说什么是贫穷？你的欲望比你的收入多了1块钱，你就是贫穷。你的收入追不上你的欲望，那什么？缺钱，你就缺钱。什么叫富有？富有就是你的欲望比你的收入小1块钱，那你就。我都觉得你们这就是不了解人间疾苦。他就是说啊。比如说一个大学生，你知道吗？我现在发现啊，就是说这个缺钱呢，会带来很多挫折。你知道，一个现在大学里的一个学生，如果你缺钱，你甚至都不能勇敢的去说我爱你。你不能，你没有这个去追一个女学生，他们叫什么 home party？ 就现在，哎，我原来那天我跟一个大学生说，我发现他们现在要的生活，我过去在武汉大学，我说我们基本上不出校园的。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所有消费就是在校园围墙以内啊，是没错。他现在同学过生日，那去唱个歌吧，是你老让别人买单吗？大家聚个餐吗？你老让别人买单吗？你知道，你慢慢的你就变得萎缩，是变得自卑，甚至变得阴暗。就是甚至现在同学之间有点什么呢？同学之间都是说啊，你不要在朋友圈里晒。是有一种人是特爱晒自己，说你看我现在在纽约，我在曼哈顿旅游，你知道吗？晒这个招人恨，就是晒这个招人恨。就是那么有些人呢就觉得，我根本就是一听见我的同学，这个过得好点，你知道他心里啊那种不舒服。是哎，这东西你说缺钱不缺钱，我觉得这跟他 wants 什么 needs 没有关系。就是个感觉啊！好多年以前还是你们2个干嘛出来开裆裤？云南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马家驹啊，马家驹那个事情呢，他不是拿刀子杀死了好几个同学嘛，然后逃嘛，然后在边境被抓住了嘛。对。后来抓住了以后，问他为什么你杀这么多同学？而且大部分都是舍友。一句话，因为我们家来自最穷困的农村，他们每天都是在瞧不起我，我每天被他们侮辱伤害，我实在受不了。你说。农村的人那个不是穷那么简单的，是贫困才是比穷更可怕的。是，那穷是什么可怕呢？缺钱是说，假如他在结构上面哈，我们搞社会学的，穷缺钱上面呢，把你的机会限制住啊，把你的能力
没得发挥，那个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每个人，李嘉诚也穷过好久嘛，你自己凭努力等等等等哈。可是有个限制，有个结构的限制在那边，让你受到不公道对待。谢谢。那个才是真的要去关心改善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不能光用数字来看贫困不贫困，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社会有一些地区，你觉得他的收入低于联合国所定的这个基础线，它是贫困人口，但你会发现他的生活里面，仿佛并没有就是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多悲哀，为什么呢？这就牵涉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我们觉得缺钱是很大问题的话，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东西必须用钱来买得到，来解决掉。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社会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比以前更多。对，但是有些东西呢，在过去是不需要用钱来解决的，比如说人跟人的关系，比如说你的尊严，你的健康的生活。你的家庭的生活、邻里的生活，有时候一些定义良好生活的其他的要素，不是用钱买得到，也就没有钱也能得到的东西。OK， 我觉得今天我们定义发展是什么的时候啊，这也是这几年很多学者在讨论，到底什么叫做发展，什么叫 development。就以前我们讲发展，就是中国过去我们讲改革开放，我们要发展，我们很注重讲钱、经济这个指标。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其实不一定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发展的定义要多元化的，因为比如说，连人的尊严也要算进去。什么叫做幸福？比如说，最近几年不常讲幸福指数吗？幸福指数，对，很多东西要综合来计算。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也许收入很低，但是它比如说它享有的这个环境，比北京好太多了。你北京，比如空气、我们今天录影的时候还红色预警。你今天你想想看，你在北京，你有红色预警，你怎么办呢？那你要家里面要花很多钱买空气净化机，但这个东西在也许很多地方它不是用钱，它不用钱就买得到。这个杨先生，我跟你讲这一点呢，我是属于你们二者之间的中间派。就是一个无论是一个社会、一个个人、一个群体，你不能把钱这个事情呢，就是降低到一点不在乎的地步，这不可能。当然，但是这句话并不能换成另外一句话。你人生中间最重视的东西都会用钱换来。我认为是要取得一个中间段。但是我觉得要取得中间段。我觉得您说的这个中间段呢，在有些人看来啊，都是奢侈段。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不是说最爱唱的那个高晓松那个歌吗？生活不是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现在看了一些个调查，就是有些个年轻人，你知道吗？他说一句话也是金句，他说：“活着我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你知道吗？就是对我来说，我这哪怕是在上学，交学费，你知道，包括说现在大学里说有一个去德国交流的项目，你去不去？你去不去？别的同学报名，是我就不敢说话，因为对我来说，所有的都有一个生活费，是再也简单的又选个什么课呀，或者是到外面补习个什么，但是他有一种就是说。我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艺术院校的一个学生，有一个财神，太佩服他了的同学们，就说这哥们儿上大学的第1年就给他父母买了小汽车，第2年给自己买了小汽车，第3年给全班同学一人买一个小汽车，那还没那么普度众生。第3年自己搬出去，搬到高层这个高租金的那个公寓去住。后来同学们说怎么发财？我都不知道，咱们现在以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再去创业，再去努力。他说我的父母亲太苦了，他们辛辛苦苦供我上学。他说我从上大学的第1天起，我就想我挣钱的速度一定要赶上超过我父母老去的速度。那当然，所以他就是完全的自己在外边办那个艺校培训班啊，拉自己学校老师去讲课呀，一切他整个他不是在上学，他是进了大学就要挣钱，进了大学就开始经商，所以学习是副业，经商是主业。就是说，现在大家列就实际上到底什么行业是996？你看有人说警察，这个。医生虽然有轮班，但也是工作时间特长。对，服务业的啊，这个送外卖啊、快递啊，
最后说到一项就是家庭主妇，那简直不是996，24小时，对，没有我们是71，没有工资71，对开玩笑，也没有工资，没有补贴，那就没有年薪，对吧？对，为还要付出，还要什么都给我了，那所以他没有什么都没有，还付出，所以他不是工作，他是老板。对不对？哦，没有收入男人全靠一张嘴。对，咱们把这个里边的矛盾都提出来了，老板和这个员工，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我很有感触。所以，而且文道在咱们这个里边是老板，对吗？叫老板吗？当然老板了，对。所以我咱们就得到点感性的认识哈。你瞧瞧这个网上的照片啊，这就是夜办的办公楼啊，多少程序员在里边熬夜不休啊！你再看，这是早上5点半这个通勤上班的年轻人们啊，哇！你看背包里多半都背着电脑啊，对，你知道吗？然后你再看下一个，这个是有一个调查啊，好像是来自于这个清华大学的一个什么调查，前2年的了。就是年度加班人多且时间长公司 Top 10是吧？你看咱们的民族的骄傲是吧？华为，这个腾讯、阿里巴巴、网易，就等于是中国其实是最顶尖的一些公司，它恰恰事实上呢，加班也挺长的。是，对，这梁老板怎么看？很正常。当了老板他们公司就996，没有阶级对立，不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小公司啊，其实并没有要求996，我们甚至没有说我们是按照一个正常的上班时间规定给大家的，可是大部分员工呢都相当的努力付出，自动自觉的，挤进996的。甚至是71的在工作，哎，这只能说明屁股决定脑袋，你知道吗？哎，人家有人夸呢，说这个要说加班是吧？华为最有资格加班，说为什么呢？说人家任正非，企业创始人自己的股份可能只有1%，99%都是员工共同的，就等于说我们大家是共同奋斗，哎，所以加班可以理解。你同意吗？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啊。那等于说他的员工认为我付出就是有收获的，但有的很多企业，他是等于说我为了老板的一个雄心、一个梦想、一个什么，他那样去燃烧，可能他觉得没有，他觉得没有理由。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要就说把它说圆了，就是他能获得什么，其实挺现实的。我是到了香港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OT， 就是你 overtime， 就是 overtime 嘛，你原来工作时间之外。以前刚来香港的时候才知道，是可以把这几个小时再可以用假期的方式还给你，或者算钱嘛。我觉得这样也合理啊。像香港其实这方面的立法还没有做得不够好，完全没完备。像香港最低工资法也是前几年吧才开始有的，才开始。然后呢，一直在谈订立最长工时，就是说你不可以，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的。不可以让员工超过多少的每周多少时间，这法律都没有没有定啊。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内地有劳动法呀，有啊，劳动法有规定啊。你能追溯这个历史吗？一军就是说，在你看我都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最早啊是1周工作6天的，对，到后来呢好像是94年就是开始啊，就是说大礼拜、小礼拜，你记得吗？大礼拜工作我5天，小礼拜工作6天，然后到了95年就是双休了，那个时候还在说呢，说应该设法提高这个劳动效率，而且呢让员工休息的多一些，还能促进这个什么第三产业。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又变得那么样的焦灼呀。其实要照我说呀，前一阵他聊的，他主要是什么呢？有些个成功人士，或者是一个互联网大佬吧，那么他们讲这个奋斗啊，对不对？这个有的人想996都不能996呢，对吧？这是996是奋斗者的这个荣耀嘛，大概这是这个意思。好家伙，那家很多人就开始了。你比如说一个程序员，就是说什么，我宁愿不婚不育不买房，
我也不要累死在桌上，我也不要我也不要996。但是呢，我发现这个真的是还跟行业相关。你刚才讲互联网，比如就拿你刚刚说我们这种无良的人，无良老板，对，梁老板，无良老板。最早呢，比如说从出版社起家啊，是没有所谓996这个概念的。就出版社就大家还是很正常。当然有时候赶书稿，比如说看稿，你很难界定那个叫不叫工作范围。比如说出版社的编辑呢，通常都还真是爱看书的人。那所以他下了班之后，比如说他在看一些书，他到底是在工作呢，还是为他将来的选题做准备？这个是很难截然区分的。但基本上呢，你不会看到太多的人在下班时间之后再留在办公室加工。好，后来我们开始做视频节目，到后来比如说我们开始想做这个 APP， 开始真的是互联网化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是我能看到我们那些设计部的那些小孩。我记得当初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太累，我说你们一定要给自己很好的休息，要给自己多余时间去参观展览，然后去多翻东西，去看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的任务一定要按时完成。我也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这个事情，你看办不办得了？可以的。然后呢，跟着我就发现他们常常是做到半夜，10点多11点还在。那么我后来发现为什么呢？原来我后来发现真的是行业本身的局限，出版社的这个时间感跟互联网时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到互联网里面，你这个每天的更新、每天的维护，这是24小时在做，就有点像什么做新闻。比如说我们这种做惯老传媒的人啊，你记不记得以前在香港，家辉报纸，比如说总编辑签大版了。然后送印刷厂了，大家就休息了，对不对？然后会去吃夜宵。但是当你所有新闻网站都是24小时的时候，就没有所谓下班这件事了。有啊，反而是大家有轮班，只有主编是不能下班的。对，没错。所以变得呢，就是第二呢，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的竞争。当人家全部都能够做到，比如说每天定时的几点的要出什么时候，你谁要是不跟着这么做，人家就不理你了，就不看你了，所以变成整个行业竞争就恶性化到这个程度。没有，可是它作为一种制度啊，就是你不能有996啊，犯法的啊。假如你作为一个工作的需要，刚闻到说什么工种的需要，互联网什么需要哈，你资方可以做出对应的安排啊。对，就我就想问你给不给加班费嘛？对啊，不仅是加班费，还有多点人手啊，人手啊。我举个跟互联网行业不相干的。我亲身有参与过去讨论的是什么呢？保安，香港一直以来到3年前都是说保安只有所谓2班2更制嘛，2更12小时12小时12。然后呢，后来政府有介入，劳工处有介入，就推动说不行了，这样太不人道，太累，怎么样最后那要增加资源，变成3更8个钟好。那2方面然后就开会讨论，你完全可以举出一个说法说，我们需要啊，有好处啊，为什么呢？它也言之成理的，因为我保安员我做的越久，12个钟头，我对着那个住在那边的人，我熟悉有感情，我能够掌握，而这个就是这个行业的需要，其实对住客是好的，所以就是这样啊。可是你站回劳方的立场，就算补钱你也累啊。把人家的生活剥夺所以是不可以的。所以假如你强调说是行业的竞争需要这个那个，那我觉得其实资方是完全需要来把资源放进去。对，没错。我觉得他这个倒不是说法律上的问题，包括那些老板们说人没有争议啊，就我们绝对不会强迫搞这个996的，对吧？这是违反这个劳动法的。可是第8次全国总工会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发现那个普遍这个现象较为普遍，这个20%多一点就超过48小时，然后呢，这个还有44%的这个调查呀，反映没有拿到足额的这个加班费等等。但你知道，我觉得佳慧他这里边现代社会啊，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实在，老板也很实在。与其让你上班，不如让你讲绩效，不都爱讲绩效吗？对。可是要照我说，问题就在这个绩效。
比方说一个程序员啊，叫绩效工资月薪8000，那么但是你得给我完成这么多活儿，你月薪拿到8000，可是你要完成不了，你完成这么多活儿，你不996你就完不成。对。可是好，劳动局去了，说你为什么让他996？我没让他996啊，我老板说了，我1个礼拜我每天工作5小时，我就把这活干完了。你怎么衡量我这项工作任务？他需要每天工作几个小时？你怎么来厘定我给他的这个工作任务需不需要他超长的工作时间能完成呢？对，或者他就笨呢，对吧？那这个人8小时完成了，他要15个小时，实在没办法去界定。然后如果你完不成，人家可以换人呢，找个人愿意干的，或者是他比你干的有效率高的。所以就说这种他天然的他就会觉得我要想把这个事情给干好，我要保住这个饭碗，找工作多不容易啊。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这个手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24小时在线，其实没错，你这个问题更严重，其实。但人家就是法国人就会玩了，他们就搞一个东西叫失联权嘛。对，就是说我下班以后，我有权利，我跟我老板失去联络，你不要给我发不叫微信了。敢？对，就是他如果联络你，你可以告他，但是他不是以一种就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就是你企业内部还要找到一个解决方式。对，但是他说出来了，我有这个权利，我失联。那另外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些员工，他们下了班之后。在北京啊，或者在今天中国一线大城市，还面对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在别的地方比较难碰到的，就是这个交通的通勤时间。我们刚才看到5点半在排队，那是怎么回事？其实你在北京的话，这种大城市，那些技术公司都在北京嘛，你可以这么来计算，他每天已经要996，但他实际上为了这个工作付出的时间，恐怕是93到94，因为他光上下班的时间算起来。就是比如说每天花4个钟头，所以已经出现一个情况，有一批人年轻人，他们现在睡眠已经很习惯的3节式睡眠，就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在床上睡，早上上班2小时，如果你是早点坐公交或者地铁有位置的话，又不用怎么倒车的话，那段时间再分段的睡，下班再分段睡，3段式睡眠法已经变成这样了。其实严格来说是4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状况下，礼拜天他也没有太多的精力出去休息、出去玩，所以礼拜天当然不用上班、不用工作。可是他又因为平常呢，把他剥夺的精力、精神太多了，他礼拜天其实要补回工作那部分，那个不属于他的生活的。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文员啊，真的很惨的，像住在香港的屯门新界，之后上完1天班，就算他没有加班。6点钟下班，又是人挤人，等了5班的地铁挤不上，还要在地铁上面还防范痴汉啊，怕碰到我的朋友啊，然后呢在那边，然后回到家是几点啊？回到家8点多，你吃完饭9点多10点就累垮了。为什么不学东哥啊？就那个刘强东哥呀，我看东哥当年真感人，说。我就睡在办公室地板上，甚至我就是我那个时候老板自己说这些话。做客服我真没见过，就做客服把闹钟设计成2个小时一响，放在地板上，2个小时当醒了，马上回复客户问题。东哥说我是81168，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早上8点到晚上11点。一连干6天，最后一个8呢是星期天再干8小时，奋斗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听到的一个就是真实的，就是在北京，我一个朋友他们去一个互联网公司，他说为什么到晚上12点了，办公室坐满了人，就因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合租房子，他回去其实地方特别小，对，然后可能也没冷气或者怎么样，就是条件很差，他不愿意回家。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宁可待在办公室。而且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因为中国今天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啊，很多工作的年轻人是外来的，他们从外地过来，呢，他的家原来不在这，所以他们在北京另外找落脚处，然后就要租房为主。如果他刚刚踏入职场，现在买房你都不知道存多少钱，要存多少年，对不对？好，那租房你想想看，他刚进一个企业，刚进一个公司，他的薪水一定是比较低的。所以他租不起很贵的房，很贵的房都在哪呢？比如说在3环内，他薪水最低，住得最远，花在交通上的时间最多，所以每天用来应付上下班的时间都比谁都长，然后他会最累。
然后，但是我们通常一般对于这样情况的辩解，就是说你奋斗努力，过了2年，你就逐渐往4环方向前进，5环方向前进，这么一路进来。那是成功者的语言呐。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多少人像你的东哥一样工作，结果是什么？过劳死，33岁死掉，35，我没有诅咒任何人的意思哈。那个，所以成功者的语言，这个里边其实要叫我说呀，是把这个一个制度性问题啊和个人人生选择问题混淆在一起了，对吧？其实，这个人吧，有的时候也是故意的从自己的立场上去想。其实你要站到对方立场上想，谁说的你都能理解。你比方说啊，我认识的有些朋友就是发了财嘛，那他儿子就是这个富2代嘛，我就觉得，你知道。至今很多成功人士，他们有一种价值观，劳动者是美丽的，是吧？工作才是人生的价值，不奋斗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可是我更愿意想起一个西方哲学家讲的话：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我到底准备怎么过我这一辈子？你知道，比如说，我有朋友，他奋斗成功了。他过很好生活，而且跟他儿子还挺先进的。他儿子在伦敦，我跟他儿子聊天啊，我说你儿子是个当学者的材料，是个知识分子，对吧？他就发愁，因为他跟他儿子有协定，就是说老豆就不要吃老豆的。但是他在一边担心，他说这将来就在英国大学当教授。我打听了，教授可没多少钱呢。他说，我说教授算可以了。他说那能住上大房子吗？在伦敦，不能。他能过上我这样的生活吗？不，当然，对吧？他就担心啊，哎，但是你架不住他儿子喜欢这样，他儿子愿意在学校里一辈子做个教授，就不像他老豆那么有钱。那你说这是怎么说呢？我怎么听到很多有钱人都说希望他们的小孩将来什么也不干，就是玩，真的有的，就是连学校都不去，说我的梦想就是你将来都别像我这样活了，就玩。对，然后就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不光这个问题在中国，你像那个 Elon Musk 不是要上火星的，他不是也说吗？他说没有人可以每一周工作40小时就能改变世界，可是为什么改变世界就是一个正义的事情呢？哎，咱们俩真是有同感。我这真的，我是觉得他一说出来，就是你觉得这种野心就是正义，就说我这个就是对的。可是有很多人，如果他不想改变世界，他还想回到田园牧歌怎么办？对啊，我想说的，或者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说啊，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年轻人的，对吧？我觉得真是有的时候说，像这个马斯克哈，他要改变世界，你知道有的老板。我觉得是真的，要不说我总想跟他们学怎么挣钱，最后他们告诉我的是，你要奔着钱去，你就挣不到大钱。我们都是情怀，最后钱自然就来了。没这事儿，我一直在学习。没这事儿，你这但不是我甚至认为他是出发点是真的。我甚至认为他是真诚的。对吧？就是有的老板，很多都是有的首富，他确实首富不是他人生的目的，他觉得他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一种通讯方式，他觉得是他人生极大的成功和满足感。对，这可以。但是，那如果另一个人，我这辈子啊最大的满足感就来自于忙完了一天的活啊，喝2两小酒，看看电视，看看美剧。我就愿意这样过一生，这就很快乐了。对，但这就改变不了世界，对不对？但我想说，那我就比较低俗吗？我就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啊。但是我想讲，就刚才你说那个还是真事儿。比如说我们去看，现在不是中国很流行那种什么乔布斯传啊，这个，你仔细看，的确有相当一批啊，不能说是全部，就这些富豪故事啊，他们很多富豪之所以成富，尤其是硅谷早期的创业者。他们最初其实并没有想过要发财的，他就是在自己车库在 garage 烧些东西，他那是真喜欢，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个东西能改变，发财是个后来的事情，但是他也得雇佣很多人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一开始不是，一开始就2、3个人在那么搞嘛，而且是无偿的做。当然这个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如果你一个人有本事造福千万万人，那理论上讲你没钱天理都不容啊。对吧？你造福了千万万人，你这千万人就会给你有回报啊，对吧？你不想要都不行。我问过一个人，他是打理那种私人财富的嘛，就他接触都是最有钱的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种人都是哪几种人？是怎么样的人能够发那么大的财？就他说他说有3种人哈，一种像你说的那个乔布斯那种，真的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哈，这种企业家；要么就是继承遗产。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高级打工仔嘛，可能是在麦肯锡啊，或者在什么公司啊，他做的很高。那么我问他，我说他们有什么秘密吗？什么人能赚那么大钱？他说3种人都一样，就是幸运 ，lucky。对，他说我很同意。他说有多少人努力了呀？多少人像乔布斯？有多少？他说到最后就是 luck，pure luck。当然你也要努力啊，但你努力了还要有运气。他说那当然，所以咱们中国人的老话嘛，小富由俭啊，不是很贱的贱，节俭的俭，大富由天嘛啊，8个字讲好。可是我们别忘了，乔布斯死前的感慨是什么？我花太多时间工作了，对，我非常后悔，我应该把最主要的精力、时间、精神放在跟家人相处，放在开发自己的各种的心灵的感悟哈。所以我们说乔布斯这个那个发财啦，什么做大师，到最后他是后悔的。对，而且所有的这些讨论，我们前面的聊天哈讨论，都忘记了2个字哈，这2个字很重要的剥削。对，所以你996作为一个制度，基本上这个核心在于说剥削嘛。假如是这种制度哈，你不能剥削嘛，你可以让人家你选择啊，要不要8118的这个那个无所谓，可是你不能强迫人家996，因为中间就牵涉到剥削。剥削有什么不好呢？剥削就让一个完整的人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嘛，基本上他的生命这是为了这工作，而且不是自己的工作啊，是别人的工作，异化嘛。对，你这人就工具化。那个所说的人的理想状态，我们都知道，对吧？早上钓鱼，下午喝个小酒，晚上打个牌啊，在晚上上坑陪老婆这样。你们家住坑不是炕呀？不是。所以刚说的，我觉得说无所谓啦，你喜欢工作几个钟头你的事，问题是你不能强迫老子。996。对，我接着你这个说啊，我觉得问题还是没那么简单。你比如说。我们假如这么讲啊，不应该强迫任何人去给你怎么工作，对吧？愿意不愿意996，应该是个人选择的权利，个人选择的自由。这个理由很刚吧？但是我现在发现啊，这个社会复杂呀，就表现在人类最深刻的问题，表现在哪儿啊？表现在我在初次去巴黎，你刚才讲的巴黎，我有2个经历，就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你看我在巴黎那个买那个牛仔裤，还有我平生真有不给老板挣钱的，5点钟关门，你知道吗？我拿了一条牛仔裤，我总得试一下嘛，我试完了，我走到柜台的时候，他那个闹钟5点整哎，就收银台啊，我拿着信用卡收银台啊，对不起，这法语我也听不懂，就关门，我是。这就不卖给你啊！这正可丁可卯，5点钟下班，说你明天再来，明天再来，这是一个印象。2个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在巴黎街上看见一场游行，开头这个翻译就说啊，这是那个法国那个巴黎那个工人呢，就是抗议加班，就是抗议加班。后来呢，他又看了一下那个标语，跟我说，把我听懵了。他说哦，还不是。他们呢不是抗议让他们加班，他们是抗议老板让那些愿意加班的人加班。对，明白吗？就是说，我可以自由选择，可是这种自由选择成面积的自由选择，最后会带来一个问题，那些个愿意加班的，他就挣得多，我就被淘汰了，就有压力，就有。所以你看，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是差别。那这事儿怎么办呢？咱俩同样在一公司工作。对吧？老板说咱都像文道似的休息，大家休息好，大家休息好啊。他也是说而已。对。那最后这个晚上11点还在干，那梁老板能怎么想啊？对啊，你绩效干得好，干得好，绩效高。对啊，这矛盾怎么解决？但我想再讲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种剥削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它还不只是说。使得你比如说有异化问题，晚上不能够上坑啊、上炕啊这样的。上炕，你普通话讲不好。上炕没睡好，我跟你讲的上坑是吧？东北。对，然后呢，还不只是这样，而是什么呢？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的劳动力，所有上班的人都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是不是？给老板，然后挣的这份薪水或者奖金。劳动力这个东西不是无限供应的，人不是机器，劳动力是需要再生产的。就我的劳动力也是要再生产，劳动力怎么样再生产呢？比如说我要有充足的睡眠，我要吃东西，我要休息，我要维持跟家人的健康关系，我有我的业余爱好，让我这个人呢才能够源源不绝地生产出充沛的劳动力。OK， 现在996这种东西的问题在哪呢？就在于它剥削掉你生产你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老板要你卖劳动力给他，那员工只好卖了。但是员工卖之余，员工也要想办法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他连这个东西都把你拿掉。那么这样长久下去呢，这个员工的这个劳动生产的这个机制就会被破坏。就是说我干久了，如果996久了之后啊，比如说干个5年、10年，比如说国内有一家数1数2的全国人现在非常尊敬的大企业，就很有名嘛，就他一些高层员工就干了几年下来，真的是干到肾也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为什么先是肾不行？哦，肾为先天之水，对啊，先天之本，各种病都有了，这很有名的一个事。后来写书都写过出来，跑去跟这个现在人尽皆知的大老板说请辞，我没办法了。然后我老婆也不愿来这个地方，她在另一个城市，我们这样下去，我家也没了，我身体也没了。这个老板怎么回答呢？你这样的老婆要她干什么？说你有没有理想？有没有愿景？你这个小小的身体问题算得了什么？所以呢，就是资本家侵犯到人家家庭生活了，所以这就变成还不止，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员工最终真垮掉了，或者说因为他劳动力在生产跟不上，他劳动表现就不会好，绩效也不会好，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结果？炒掉他。换一个年轻力壮的生产力还足够的人，这才叫是最大的问题。这种剥削就是说，你一个员工被你压榨了几年之后，他的这个劳动力再生产可能就恢复不过来。恢复不过来的时候，对老板来讲的办法就把他弄掉，换一批。其实你刚才说对这个劳动力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创造力，因为人是需要有充足睡眠、充足休息，对吧？对啊，他自己才有创造力。但如果我们现在觉得这个老板可能需要到的不是他完全的创造力那个部分，是你按照我说的这个东西来做，是一个蛮机械性的、重复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要真的回到我们刚才说不要这个996，它需要我们真的要回到我们原始的好的人之为人的状态吧。我觉得基本回不去，因为你看那个大楼里面，我觉得除非你把电都关了，你除非大楼你说以后我们几点之后断电，那就没这事儿了。你比如说像在芬兰那种国家，他们有的企业就可以做到说，我员工回家6点钟全家断 WiFi。你全家断 WiFi， 你才有家庭生活呀。其实这个996不光是对你这个员工，其实对他的下一代也很大影响。当然，他的下一代也是你的这个老板的下一代要生活的这个世界。可是对资本家来说，他最大的道德责任就是把钱赚最多嘛，对啊，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嘛。那里面有一个东西哈，除了在先前说的剥削，就是价值观啊。你这个整个群体，你的 value， 你的价值观在哪里？所以回到文涛说，你说在欧洲巴黎哈，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通常是2个方法嘛，一个最基本就是立法嘛。欧洲有些城市哈，不一定是大城市，小城市哈，甚至一个社区，它有一个规条，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法律，是说哦，在什么时候跟什么时候开店哈，你要继续营业是要罚款的。是要缴额外的税的啊，用这些法规来增加你剥削员工的，甚至你剥削自己都不行了。对，我开个华人在那边开个洗衣店，我喜欢礼拜天营业，你们不营业你的事，我营业啊，那不行的。或者说他行，你付额外的税，那你就会选择休息了。我开了没有用啊，我赚的钱不够。那另外一个呢，除了法规啊，还有经济运作上面哈，给你增加你开 OT 的成本以外呢，还有一个是什么？那种价值观，你的融入感，就是那个羞耻啊，整个群体、整个小区看不起你啊，看不起你那这家人啊，你这个店，我们礼拜天都去上教堂，都去 barbecue 去烤肉。你在开着这个店，我们根本不跟你玩，所以你看，得形成社会共识，就要消除这个差别，就是全社会从老板到员工
都有一个较为一致的，就是这事儿丢人，对吧？那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法国经济不好呢，就是。可是，不过但话说回来，这个也有时候也可以跟公司制度是相关的。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华尔街也是个如狼似虎的地方，那些交易员通宵也是很正常。可是你看很多的大的投行啊，有些国际投行，他们是公司很明确规定，至少比如说平常996或者11、7、11也就算了。但他们会有明确的规定，当你在休假的时候，我见过很多投行，很多包括4大会计师行都是这样，你在休假的时候，公司不准跟你发邮件，公司任何人不准发邮件，你打邮件回来他们也不理，就是你放假是纯放假，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很慎重的，比如说你跟那些人打交道，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就要放假，他这个不是只是客气说你找我有困难怎么样，而是真的就告诉你那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接。那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是说你公司是做得到的，哪怕是美国已经算很劳动力很高、很勤快的一个地方，他都能做到。但是很奇怪，就像家辉刚才说的，你说在欧洲，我真的就见过那种例子太多，在尤其南欧、太平洋北岸那些地方，一些游客们去度假的城市，你知道那些欧洲城市，就像你刚才讲巴黎那个情况，其实他们像什么呢？我感觉其实像80年代的中国。你回想80年代中国也是那样的。我那时候作为香港人，我到内地印象最深的就是5点多6点多，这个百货公司那个友谊商店或者什么商城一到点是响的嘛，全部人欢呼。你本来也是要买东西，他就不理你了。胜利大逃亡了，大逃亡的那个阶段啊。然后呢，后来呢，现在才变成这样。然后我们说到南欧那些地方的华人啊，移民家庭，我真的见过这种例子，整个城市什么店都不开，星期天。人家的规定就是这样，人家的社会规则就这样，就他开店，他开店，你说他要交罚款或者交多点税，他照交，为什么呢？他觉得赚得回来，怎么赚呢？他本来是开洗衣店，我星期天的时候，我不只是洗衣店，我还是个杂货店，我啥生意都做了，星期天就只有我开门，那任何人来，而且是游客，而且现在是华人游客多嘛，不是中国人多嘛，都去帮衬，所以他赚的更多。然后最后呢，有些地方闹得很矛盾的。然后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看到大家网上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家反应都是，为什么不是说我们为什么那么热爱加班赚钱，而是去问为什么那些欧洲人这么懒惰？你为什么这么懒？所以呢，我也听很多欧洲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这么贪？他不讲这么勤吗？我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我等着你们骂我的，就是刚才我们都在批评这个事情哈，但是反过来我说一个，就是其实从我们都讲的是人性关怀，但是从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的生理机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一段时间内，一群人一起干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种快感的。对啊，就是。对，真的，你为了完成一个目标，其实你不眠不休，包括你写小说，比如说，对吧？你不眠不休，我以前也试过啊，就是办公室摆3个椅子，就在上面睡啊，睡2个小时又起来写，或者又干，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当你有一个目标想完成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这个带来的身体上的快感。我最近不是在拍一个跨文化的教育纪录片嘛，我去到那个日本有个幼儿园，我看他们半天那个孩子的运动量大极了。我问那个园长，我说你们孩子累吗？他说，我们这不叫累，叫完全燃烧。他说完全燃烧之后，他说我们要学会完全燃烧之后，他说身体对，他说之后你身体有这个喜悦感。我说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看人是很容易被洗脑的。你告诉你的员工这些道理，他们就会被洗脑。录下来再说一遍。我们团队就普遍燃烧不够。对，没错。烧着没有？你还有人家2头烧，不喜悦，对吧？所以你看，我跟你说，这个任何事情都要辩证的看，两方面。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不知道是苏格拉底还是谁说，就未经审，苏格拉底对吧？不是说奋斗的人生不值得过，而是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就是我们都有过那样的经历，加入一家公司，老板有时候很会忽悠，家伙一下就给忽悠过去了。为了他的理想，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可同样反面的情况就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呢。有时候这老板是个不靠谱的，但员工可不就这样吗？那么其实你在那个时候要分辨，有的理想我审视过，我觉得我们老板这个理想确实造福人类、造福世界、造福我自己。我选择我愿意加入他的梦想。
那这是你一个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选择。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是老板特别会忽悠，忽悠的吧也不大给钱，对吧？最后呢说的这个员工，甚至我们见过前几年那个报纸上还批判呢，那都有点那个成功学啊，有点那个催眠了，甚至光说都不行了。哎，你觉不觉得有些老板特会演讲？我自己有体会，哇！在当时啊，我都是出了门之后我才冷静下来，真的，当时听我都恨不能跟着他去。有的老板就是有这种人格魅力，你知道吗？但是甚至就是员工，你看喊口号，每天早上哇哇哇，他那就在燃烧啊。那可以审视的人生是有选择的，很多时候你审视完了你也没选择，你不得挣钱工作呀？对，所以我说还是你当你听的时候，喂，梦想不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你应该审视你准备怎么。对啊，那所以问题就是，那是不是你的梦想？老板的梦想是不是你的梦想？有时候听着听着，我就觉得那也是我的梦想。这就是一个问题。就像你刚才讲的，其实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已经71的生活过了不晓得几十年了。但你是你自己老板啊？对，我从来是我自己老板，我从来最重要的是我从来都在干我爱干的事情。哎，文道，你觉得工作着是快乐的吗？我很快乐，我这么多年，你说我这么多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读书是个工作，你想快不快乐？写作、做节目、跟人沟通。我做的这些事情都在追求我的理想的实现，所以我一直很快乐。但问题是什么？假如你是一个公司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你们的理想加总起来是不是能够合在一块？或者说你的这种理想跟你的员工是同样的理想吗？你是要洗脑他们呢，还是说你的员工本来进来当初也就是有同一个理想呢，还是怎么样？我同意现在很多互联网大佬讲的，如果你员工抱着热情、抱着理想实现自我，这个想法其实没有错。我觉得更多时候他们讲的是他们自己。我相信那几个大佬都是真的是有理想的，他觉得他再累，他觉得很快乐，因为他在实现自己理想。但问题就在于你的员工呢？假如你不是为理想，那很坦白讲，那就是你在出卖劳动力来获得报酬嘛。我不晓得你说的是谁哈，那些大佬。那可是后来他们也有所补充了哈，他们说那个他说的当然不是制度啊，他也觉得说不应该是制度哈，也不可能是制度，是违法违规的嘛哈。另外纯粹就的商业来说呢，他说也是不行的，行不通的，因为当你这样的话啊，这样来剥削劳工的话，他们会跳槽嘛。我们谈了，我刚强调说不要忘记有剥削这回事。还有不要忘记哈，现在的美好在于什么呢？有一个叫做 market 市场，有市场，你可以跳槽。他说你这样要人家996，你不可能留住人才啊，那你企业一定失败啊。所以说，他强调的是你的热情吧啊，完全燃烧。但讲到这个市场是被几家垄断的呢？对啊，没错啊，所以大家都这么干呢，这市场的健康的问题啊。对，他有些这个成功人士啊，我特别能理解。好比说富一代，对吧？哎，你说这个人，这个发财了，对吧？绝对有凭运气的。但是呢，老实讲，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一个，我见过的每一个发了财的。都能给你讲出一本血泪史啊！不是，他是比你走运，还比你勤奋。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他有过人的财富，他必有过人的代价。那么你想，像这样的一个父亲，一个富一代，当他见到他的孩子说：“哎，我不想加班，我不想努力奋斗。”那么他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吗？他肯定，他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产物啊！你要想像我这样成功，孩子。怎么可能不付出血的代价呢？对吧？他就这样说，那么，可是这就像有些父亲很难理解这个孩子，说你怎么学艺术，是吧？那玩意儿将来能当饭吃吗？对吧？那里面可能文涛有个性别问题，因为你刚举例说父亲哈，我也经常会反省。你说什么审视未经审视的人生，我也经常审视自己哈。他说因为那个我就是那种父亲，我一听到我女儿说找工作，我就皱起眉头了，因为我觉得太辛苦了，每天要工作这么长时间，这样哈不值得。那生命就应该要来享受，所谓享受不一定吃喝玩乐看韩剧哈，他从事到文学的创作、艺术的欣赏哈。那可是我就会问自己，
假如今天那个不是女儿呢，是儿子啊，我就会说你这个宅男没出息，赶快给我继续工作啊！你不要想着拿我的钱，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来买法拉利，不会留给你的啊！然后呢，要这样来。那你的儿子要说我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流浪汉。就像前一阵网上围观的那个什么一个国学大师，他不是也想去买房子了吗？说红了以后说要买房子了吗？社会一关注他是。对，那假如是这样，我当然就是会就是会生气嘛哈。我刚说，假如是女儿，我就好像觉得无所谓了，你就享受人生哈。那可是话说回来，不管是男女了。那我觉得，就算那些成功者的语言，我们觉得有时候不公道、不完整、不真实也好，可是对于你做的事情有热情，那是当然最重要啊。像文道从年轻我看着他写作啊、思考、演讲啊，像我自己也是嘛。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听完一句话，就在大脑里面挥之不去。我10来岁听了一句话，坦白讲，真的影响我走一条路，是什么路呢？那句话就是基本上从读者文摘看的哈，我们那年代都看读者文摘，名言哈。那句话是说，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呢，我要做一只羊，吃草啊，在草原吃草，是羊的生活，也是羊的工作，也是羊的喜好、热情。哎，我就听进去了，看进去了。我就想，我以后一辈子就是这样，我受不了，我没办法容许自己。好，我今天朝9晚6，是这个为了赚钱而活的。6点之后，我就才做我自己喜欢的，我没办法容许自己过这种生活。所以基本上我还是选择写作、研究、教学啊，每一个都是我喜欢。当然也有阴暗面啊，后悔，要经常在家里。写作什么没有理由跑出去，那要整天在家里就闹矛盾嘛。羊的命运就是要被人拿鞭子抽。我就很羡慕那种可以到处跑的，可以做生意的。老婆我走了3天不见人的。所以这个真是涉及到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哲学问题，就是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就是你的该怎么样活着哈，到底是你自个儿选的，还是你身不由己的？你比如说，我那天在网上看篇文章哈，还是我们武汉大学一人写的。他首先是受了一个刺激，他是个白领，然后呢，他说有一天我跟一个送外卖的同电梯，然后这个送外卖的呢，可能是上电梯之前呢在打电话，大概给他家乡的女朋友在打电话，不知道他家乡这个女朋友呢说了一句什么啊，然后呢，突然间这个送外卖的这个小哥呀就咆哮起来了，就说。你别以为这个城市里的白领啊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挣的钱1个月跟我差不多，你知道吗？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了不得的人？我估计是不是小妹妹有点想看白领了，是吧？然后好，他就由此一下产生了个兴趣，就做了个小调查，他发现呢，的确在北京、上海，一个大学生毕业几年之后，你的这个工资说什么最多1万吧，8000到1万，反正就几千块钱。后来他看这个外卖的那个骑士，那个骑士啊，其实真的是甚至比他挣的还多。如果要接的单更多的话，那当然分分钟有钱挣得多。所以他由此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说，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你看，他发现这个白领，就他说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哈，他说我们呢挣几千块钱，在北京、上海，我们愿意花1/3的钱租房子。当然也是很小了，但是毕竟就是说，愿意花到2000块钱、3000块钱，甚至就收入的1/3，用来每个月租房租。他说那个往往很多送外卖、送快递的，他们的想法也许不是留在这个大城市，他是到这儿来挣钱。所以呢，他虽然挣钱跟你这个小白领差不多，但是呢，他可能就到那种群租房啊，就500块钱一个床位，就像你说的劳动法、人权不允许这样。可是某种程度上，他自己要这样，他要用最少的钱干这么几年，把钱攒出来，我可以忍受牛马一样的这个环境生活。这就是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在未来的嘛？他永远觉得我未来奔着一个，对，他将来挣足了钱回家了，盖有的人那个快递小哥给你看家乡盖的大房子，对，他我在这儿熬几年，我回家结婚。我家里菲佣就是这样嘛，在香港的外佣就是这样。我家里菲佣前面一个菲佣在我家干了8年。然后离开的时候，哭啊，抱着哭哈，
抱了哭了好久，抱了好久，然后呢就说之后呢，他就哭完就很高兴了。拜拜啦，老板，我回去我家住了多少平米啊？住了我家500平米，还有个花园什么。我还见过回去盖泳池的。对呀，他说你就继续享受。你不是说中国孩子延迟满足能力低吗？真有这延迟满足能力强的。我苦干10年，苦干5年，我为了攒一笔钱，那么但是这5年之内，我可能就996啊，甚至81168呀，对吧？你刚才还问对，你刚才还问说他们人有没有这个自由选择？其实我现在看到还有一种，就是年轻人很自由，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真自由是伪自由。就是我碰到好多，就是现在大学毕业他不找工作的，他干就是那种就是 part time 做，或者跟你做一个项目，跟他做一个项目，他们斜杠青年，对他们越来越多，还不仅仅是那样，他可能什么都干，不一定他有这个斜杠的专长，就是什么都干。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找一个坐在办公室里跟你就是我全部卖给你这么一个工作？他觉得这样我可以掌握时间，但这样其实有时候他更累。可能他坐在这个泳池旁边，他还在拿电脑给你干活，他玩不了，就工作生活更分不清了。还有一种在中国的农村生活，我听说还有一种人，或者是他们在就是刚刚到这个城市里面，有种工作叫水猫，就是说他今天他什么都能干，今天给你干那个泥瓦匠，明天给你当个群众演员，再或者这些人也不找工作，他干完一天工作，他有一天的钱就去买酒喝，然后或者他有一天的这个享受。他们觉得现在的就是现代社会可以支持你说我不需要跟你有一份长久的这个合约，我可以活下来，那我为什么不活得不那么紧张？但这个呢这个其实不只是中国这样，世界到处都有这种所谓的零散的工作的状态。或者临时合约下面工作状态，这个状态是两面的。我觉得一方面你可以说我好像让这个员工我活得很恢复自我了，比如说我很自由啊，我不帮任何一家公司打工，我爱干的时候就干，不爱干的时候不爱干，而且我能干很多样不同的东西，哪怕有时候这个工作可能钱少一点，但我掌握时间很快乐。这种东西要是多了的话，它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公司本身也在改变。今天越来越多公司喜欢聘请临时工，你想想看，聘临时工好处有多少？假如我们公司把全部员工都换成临时工，首先你那个所有的保险啊、社会保险这些整个成本就降下去，就等于香港那种公积金降下去，等于现在大学不就特别多临时约的这种讲师教授吗？那所以你整个人力成本更压低。然后呢，你没有任何契约绑定关系就更好了。比如说我今天看你这个员工不错，我请你，后天觉得不行了，说不跟你续就不跟你续，我没有任何义务跟责任。因此呢，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自由自在了，另一面是对资本家来讲，他也自由自在了。他更可以不负责了，没义务，没错。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对员工更好呢？那里面还是有个市场的问题啦，供求的问题。当你好像只要我把你除掉，要再找人我找得到啊，这种状况下，对于资本家才好嘛。不然的话，你不愿意合约绑定你，对啊，不然我用以前的80年代在之前的日本、韩国长约终身聘用哈。对啊，我还需要里面除了说里面的劳动力的供求问题，还有一个我刚一直强调的价值观啊，忠诚啊，我需要你的忠诚，我需要你的荣誉感。除了因为我相信忠诚对我们做的事业有帮助以外呢，本身那个老板也享受忠诚的感觉，而不是永远我手下都是雇佣兵哈，我的马家军、窦家军、什么周家军哈。那有那个我自己人那种荣誉感，里面具体的制度剥削市场有，可是价值观、忠诚、荣誉感也有。那这个，你比如说要叫我想啊，你们觉得这样的是个好坏？就是说，工作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快乐，那我觉得是个劳役，但是呢，我也不是遗产继承人，我如果不做，对吧？我维持不了生活，所以呢，我要做。那我要做呢？我早年间老喜欢听香港人说打工仔，我挺认同这个的，就甭给我讲什么理想，打工仔我一样比你干活不含糊，因为我识人之路，忠人之事，对吧？拿了人的钱，对得起人家的收入，不说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活儿就得干到位，对吧？那么我甚至为了做一个活，我无限投入。
但是无限投入我发现挣的太少了，或者说我身体不行了。你看前些年我的选择就是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能做，甚至有时候公司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么认真，谁让你每个星期熬2天夜的？但是我说，哎，对不起，哥们靠这吃饭的，我要听了你的话，有些时候是公司允许你粗制滥造，你知道吗？哎，我说我要听了你的话，粗制滥造，我吃亏，长远来说，我这个饭碗我吃亏，所以呢，我宁愿不做。那你说像我这种怎么样呢？就等于打工仔哲学嘛。就是咱们讲这个专业，就是你要对得起你的工作，对得起你的收入，然后你要觉得不行，那么其实选择很冷静啊，不行就撤呗。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就是一个生存选择吗？你这种状态根本不属于我理解的打工仔的状态，因为在香港打工仔的意思除了有个没有太高的收入以外其实也不是强调他的专业，刚相反，我教你一句粤语叫做什么？乜都唔知，人工照知。这叫打工仔这叫打工仔精神。乜都唔知，什么都不知道，就薪水人工嘛，人工照知收支嘛，收入嘛乜都唔知，人工照知。那这种打工仔是我的偶像。这种就是打工仔。可是像你那种拍出来的影像每一格要给他修订 PS 等等那这种叫专业，你追求你的专业，我觉得也甚至不仅是那个说什么长远来说对你好，是你自己不甘心你不这样做，这么做就不舒服，睡不着像我写作，你怎么写，我到这个地步我都能卖的我都红的谢谢你刚才提我小说可是没说再写第2部，龙头凤尾第2部。放心，广告时间了，我们看一下，放心，大家多关注。放心，他会剪掉的。靠二维码出来扫。那个，所以说，可是我睡不着我不把那一句话突然想起要重新改所以是专业，不是打工仔。那老板多想要这样的员工呢？那问这种老板，这样的人都当老板了，好不好？我们最喜欢这样的。你给多少呢？你说多少嘛？因为真的这种专业态度，我觉得是另一回事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另一个境界。因为真的有人就是，甚这种专业不一定是有所谓高尚专业就哪怕我真的见过有那种替人做装修的，有一些替人做装修的，我以前认识过这么一个装修师傅，他自己有小公司，他赚不了大钱，他会做到什么地步？那简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人家请他干这个事情的人给了这些钱，要跟他说用什么，他一开始先报好，用这些材料怎么样可以没问题。他做着发现这个材料原来退步了，他原来订那个材料不如以前他们用的那个那么好了，就同一个厂牌，材料不行了，他怎么办？他再买更好的。但是问题是买更好的回来做，人家没这个预算给他没关系。说只有这样的才能做到你那个要求，那才能叫做得好。然后所以他就他们公司没怎么赚钱，他老这么干，但他就是你觉得他真的热爱装修，你知道，他就真的觉得是那个东西不平不起，他就不舒服。我欣赏这样的人，这真有这种的，他讲究。但是你觉得这个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不是一种很奢侈的？但是这个不就是今天一天到晚也在讲什么匠人精神吗？是不是？不是，我的名言是，就不是你甭给我讲什么老板你的理想、你的情怀，我不需要听那个。雇佣军打仗也玩命对啊，对吗？问题是你拿什么价格雇我呀？是这个问题但是当然人也没有嫌自己挣钱多的呀。没有，就算你这样想嘛，文涛，就算他用高价雇你也是可以不做到那么完美不像你说追求的影像，不像文道说他朋友这个可以可以不这样做的还是收很多钱。所以呢，我说不用太替年轻人去想，当他们有一天找到自己真的热爱那个事情，他自己就会这样做了，就会像你那老板这样，他不甘心睡不着他就像打游戏一样就一定要打到他自己的通关他的目标啦，他的高度，他的理想。问题你倒过来看呢，假如他斤斤计较在于说那个工作的状态等等其实他真的还没找到他的热情燃烧点，
找不到它的支点，也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的。对啊，就是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认同，就是工作就是苦役。那么有的人一辈子他就是大部分时间在工作，然后呢，希望换得一点业余时间的人生快乐。这是很多人的生活选择啊，热爱的事儿太奢侈了吧。就是这种工作形式现在越来越少了。其实现在整个经济的状态都在变化。你刚刚说雇佣军也给你玩命，我后来想了一想，你如果说的是像在瑞士那种那个雇佣军他玩命，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太穷了，他能去沙场上，就是爸爸能跟儿子打，就是各为其主。但是因为那时候太穷了，他没有选择的时候可以。但今天其实好多时候我在想，如果就一个年轻人，他大学毕业或者是他放弃了买房子这件事儿的话，他其实挺容易活下来的。就像日本低欲，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我没那么高的欲望，行不行？哎，最近他一说这个，我想起来，我最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儿，要不说可能上岁数了哈。哎，我觉得我以后不努力挣钱了，就是说差不多就行了。因为呢，哎，我看哈，比如说我的有些个已经发财了的朋友哈，他们已经从老板们竞争的战场上退下来了，喝茶，焚香，对吧？那么他们说的就是说，我觉得人应该知足了，我已经很多钱了。当然，我也不能完全说无欲了，对吧？我现在要是能够再有一个几百平米的一个工作室啊，放我的收藏，那我就没有别的需求了。哎，我听到这个，后来我想我自己，我说，哎呀，我也觉得我应该知足了。但是我要是能够再有个这个30平米的储物室，可以放一些我的杂物，就没别的要求了。后来我就在往下想，我就发现了一个骗局，就是说，不管你挣到什么程度上的人，当然咱说贫困线以下，联合国公认贫困线以下的，那就为了生存而挣扎，这个没得说啊。但是往往满足一些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呢，其实你发现没有，你的焦虑、你的欲望，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啊，差不多。那么我就觉得，哎，那我何必要挣到他那么多钱呢？不外乎就是他要个几百平米，我要个几十平米嘛。那反正到时候我也会有所不满，今天也会有所不满。你们这个但是就这么着停住了，就停住了嘛，不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所以为什么你刚才不是一直讲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吗？他审视完了才觉得不值得。问题是，而且我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就是说，凡多挣1分钱，自由就丧失1分。当然啊，真的，这是一个你自己跟社会的交易。而且这种审视是应该要深入到自己的欲望的。对，节欲啊，因为人的欲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消费，我们说我们都有很多消费的欲望，但消费是什么呢？消费其实在某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文化行为，而不是一个满足物质的一个行为。因为比如说你买一个这个香，买一个这个什么，你其实不是为了那个香嘛，你是为了那个符号意义嘛。比如说你为什么买一个车，这个车换了个标，又为什么值了那么贵？这都是符号意义。所以这种欲望是不会停止的，它是会不断继续的。假如比如说讲收藏，我自己最切身的例子就是，我以前也很喜欢收藏书啊，我买一堆书，然后也讲究版本啊，这个那个。我小时候也集过邮，我一堆这种事情，但后来我全都放弃掉。就我这我收藏这个干嘛呢？那包括我现在书其实都买的比以前少多了，那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些东西我不会看得完的。然后我为了什么要拥有它们？这种拥有的欲望本身，其实是值得被反省的，是可以放弃的，是可以被改造的。哎，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这么聊下来，就发现人呢，真是太多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就是都应该审视一下自己的活法是不是自己要的。然后你看剩下的，其实圣贤们早给我们找出办法来了，契约社会嘛。对吧？唯一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契约吧。咱也甭说你的理想，我的理想，咱们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值上能达到平衡，咱们就签这个契约。但是当然，这个又有最开头说的那个问题了。
我不愿意加班，给你签个契约，你也不能让他加班，你让他加班，那我又不高兴了。有拒绝的权利，你不能说只说有契今约。天太不像话！你看违反古训，孟子就讲过，人不久久六，死而后生。所有的欲望，可能你说的都能放弃，有一种欲望最难放弃，就是改变世界。我觉得你跟大老板的区别在于，你的欲望是可以放弃的，而改变世界的欲望是最难放弃的。对对，我非常敬佩他们，我非常敬佩他们，他们改变世界，我享受他们改变的。没有。